为避免林建国多心，顾魏假装和林之孝吵架。林之孝看到顾魏使了眼色，非常默契的配合起来。林建国实在听不下去，出来借着教育林之孝，故意将顾魏抬高成林之孝的长辈，暗示他不能对林之孝动歪心思，展现了自己的护女心切。顾魏有些尴尬，也不好再多说其他，今晚要和林之孝商量的事情彻底告吹。由于林建国看得太紧，林之孝回到房间，立马给顾魏发消息，两人暂时是无法公然见面，也只能靠着短信交流。第二天，在学校图书馆，林之孝得知印喜和金石已许久未联系，便知这段恋情复合希望不大。尽管印喜还在期待着金石的主动示好，奈何一天天过去，毫无音讯，令他逐渐失望。印喜看到林之孝的小册子，上面记载了他和顾魏恋爱的日程规划，以及各个时间段需要做的事情，忍不住嘲笑他，要是将精力放在学习上，早就成为全校第一。事实上，林之孝近来一段时间会经常待在音乐室练习，所以能与顾魏单独相处的时间很少，只能忙里偷闲的珍惜谈恋爱的时光。印喜非常能够理解林之孝，而后又提及少江的经纪人安飞，表示安飞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喜欢上少江。怎知话音刚落，少江从外面进来，单独将林之孝叫出去，给了他2张演奏会的门票，主要是邀请林建国夫妇来观看。林之孝想到了顾魏，很不好意思的向他再要1张。自从上次彻底把话说开，两人又恢复到好友兼林家兄妹的关系。林之孝去医院找顾魏，开心的拿出演奏会的门票，毕竟是自己第一次当大提琴手。顾魏看到林之孝做好的恋爱日程规划，心里感到一阵暖意，温柔的吻了过去。而林之孝正将小册子放在桌面上，忽然发现一份医护人员海外研修项目简历表。顾魏下意识要遮掩，可还是没能阻止得了林之孝，眼看着事情瞒不下去，只好承认这次外派需要去德国1年，自己也在考虑之中。林之孝有些不知所措，消息对他而言太过突然，于是先找借口离开。因为外派德国的事情，林之孝躺在床上辗转难眠。反观顾魏亦是如此，他反复看着林之孝制作的恋爱日程规划，不由为之触动。本想打电话表态自己不会去德国，可拿起手机后，还是没有勇气摁下那串号码。萧山和印喜知道此事，都在给林之孝出谋划策，意外点醒了林之孝，让他觉得可以与顾魏互相成全，一起出国。然而林之孝回家上网查出国流程的资料，发现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，失落的坐在电脑前。此时的顾魏拿着海外进修合同，看了又看，始终迟疑不决。林之孝吃完早餐后，便将演奏会门票留给父母，但是林建国若有所思，误以为是女儿与少江在交往。为了查出真相，林建国戴着帽子跑去学校，躲在门外观察林之孝和少江的相处。而两人在音乐室练习，少江半蹲着看向林之孝，尽管听不到说话内容，可画面容易造成错觉。等到林之孝等人练习结束，陆续离开音乐室后，林建国这才走了进来，心里认定少江是自己的准女婿，所以先是夸奖了一番，紧接又旁敲侧击的询问他对未来有何打算。少江被问得云里雾里，只觉得莫名其妙。直到林建国突然提及女儿林之孝从小养尊处优，那种托以重任的语气让他恍然大悟。意识到林建国的心思后，少江急忙澄清自己和林之孝的关系，恰巧经纪人安飞过来，于是又将安飞拉到身边，郑重其事的引荐对方给林建国认识，除了是经纪人的身份以外，还是他的女朋友。林建国听后面露尴尬，故而找借口溜走。金石考虑许久，准备和印喜心平气和的聊下，怎知印喜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，一味的责怪金石欺瞒他在先。到最后，这场交谈不欢而散，金石对印喜彻底失望，正式宣布两人彻底分手，再也不可能有挽回的余地。顾魏去学校找林之孝，奈何林之孝见他转身就跑，结果被人撞倒在地。看到林之孝受伤，顾魏直接背起他来到医院。林建国打电话听见护士的声音，便知是女儿受伤，带着林母急匆匆的赶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顾魏一边上药，一边听林之孝的解释，见他为此愁眉不展，心里也同样不好受。所以顾魏早已决定不去德国，
况且他也不舍得林之孝独自留在国内，除非两人能够一同出国。林之孝听到顾魏的承诺，不由感动落泪。正当顾魏追问他何时给自己名分，岂料林建国和林母推门而入，吓得林之孝直接从床上跳起来，解释自己确实受伤，所以才来医院找顾魏治伤包扎。林建国不听女儿的解释，愤怒斥责顾魏是想占林之孝的便宜。顾魏也不想再隐瞒下去，索性握住林之孝的手，当场宣布两人的恋情。这一幕让在场其他人愣住，林建国气得说不出话，转身就走，反倒是林母窃喜不已，冲着林之孝和顾魏竖拇指，表明自己支持的态度，随后被林建国强行拽走。晚上回到家，林之孝小心翼翼的看着父亲的表情，一溜烟的钻进房间。林母过来找林之孝谈心，尽管不反对他和顾魏交往，可是彼此年纪相差7、8岁，人生阅历完全不同，因此林母不希望女儿是在冲动之下谈的恋爱。了解到父母的想法，林之孝再三保证自己与顾魏是真心实意，同样也是发于情止于理，所以希望林母能帮自己劝劝父亲。林母觉得只要女儿喜欢就行，于是鼓足勇气到客厅与林建国谈了这件事。事实上，林建国是认为自己对主刀医生不了解，以免女儿遇人不淑，可现在看来，还是要多给他们相处的机会。而顾魏在家里焦急等待结果，忍不住发了消息给林之孝，看到他回复一切都好，这才终于落下心头大石。萧山以现女友的身份检查顾潇手机，看到里面的聊天记录都很正常，也就没有继续追究。殊不知，顾魏趁萧山不注意，切换到第二系统，不仅退了夜夜笙歌的微信群，同时也删除那些与他暧昧的女孩微信。等到萧山再次临时检查手机，照样是非常干净，仅有几个兄弟和顾母的消息。转眼到了林之孝参加演出的日子，林之孝完美的展现了自己的实力，顾魏和林家父母都为之自豪。待演出结束，顾魏捧着鲜花过来祝贺，安飞也突然来找林之孝，希望能与他签约合作，日后定会打造成出色的大提琴手。由于安飞的公司是在德国，所以每个签约的新人都要去德国乐团进行1年左右的交流学习。林之孝和顾魏同时笑了起来，因为正好急需这个机会。事后，两人在医院天台上庆祝，顾魏让林之孝约个时间，准备亲自上门拜访林父林母，顺便表达下结婚的想法。林建国强忍着身体的不适，坐在家里生闷气，本来就不赞成林之孝与顾魏交往，如今又要一起去德国，所以更加不放心。林母的思想很开明，成功劝说林建国别再插手孩子的感情，而林建国的态度逐渐软化，最终答应让顾魏来家里吃饭。林之孝欣喜不已的回访给顾魏发消息。此时顾魏在医院忙工作，遇到一位患者急需手术，由于迟迟联系不上家属，如果没有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，恐怕会导致病情严重恶化。考虑到人命关天，顾魏再也顾不得其他，于是去给医务处打电话申请批准。幸好经过顾魏的抢救，患者总算是脱离危险，而他在交代杜医生几句，便陪着林之孝去见萧山，地点约在顾潇所经营的咖啡厅，可此刻里面黑灯瞎火，似乎是早已歇业。顾魏让林之孝躲在自己身后，若是有任何突发事件，也可以保护好他。两人推门而入，摸索着往前走，直到顾潇和萧山突然出现，咖啡厅内瞬间变亮。顾魏因这份惊喜，导致外套都沾了彩带，于是丢给顾潇，让他到时候给自己处理干净。4人开酒庆祝，萧山调侃林之孝和顾魏要在国外度过甜蜜2人行，所以这次聚餐也全当送行宴。趁着顾魏和顾潇到旁边谈话，林之孝和萧山抱在一起，两人回想之前去酒吧的事情，如果没有那次的因缘际会，也就不可能遇见顾魏。顾潇得知顾魏这周要上门拜访林父林母，看得出他是故作镇定，实则有些忐忑。萧山表示可以给顾魏些建议作为参考，林之孝不忍再吓他，亲密又心疼的给他解围，4人有说有笑。结束完聚餐后，顾魏和林之孝手牵着手上楼。本来林之孝没打算进去，而顾魏拉着他进了房间，站在一幅大地图前，展示了之后要去的地方，情不自禁的亲吻着彼此。可惜电话打断这一幕的温馨，林之孝只好先回家，
临走前又恋恋不舍地凑上去吻了顾魏。林之孝刚走没多久，医院的电话令顾魏脸色大变，急匆匆地赶了过去。由于顾魏在家属没有到来之前，擅自给患者进行了手术，摘除其身上的器官，从而引起患者家属的愤怒。尽管院方一再强调当时情况紧急，唯有如此才能保住患者的性命，奈何对方父亲依旧是不依不饶。在面对患者家属的斥责时，顾魏只好耐心做解释，好不容易才让对方的情绪稳定下来。患者父亲并非是轻易罢休之人，直言若是儿子能够康复，暂且不会追究顾魏的责任，可若因此出现任何问题，那么顾魏就要做好打官司的准备。反观林之孝并不知晓顾魏已经卷入了医疗纠纷，满心欢喜的带着顾魏去商店选购给林建国的礼物，正好看上一套价格不菲的紫砂壶。顾魏不在乎价钱，只要能让未来老丈人喜欢。而此时杜医生又打来电话，表示患者出现了并发症，情况不容乐观。高副院长单独找顾魏谈话，认为目前患者家属情绪极不稳定，所以先将此人转交给严医生负责，以免再徒增事端。顾魏询问医院为何没有出具他去德国的签证证明，但是看到高副院长为难的表情，便知道自己这趟德国之行彻底泡汤。原本顾魏已经打包好的医学书籍，现在又重新摆回书架，顾母来电询问情况，都被他搪塞了过去。林之孝兴致勃勃地跑过来，误以为是顾魏在收拾东西，于是亲自将摆好的书籍又抱回纸箱里。看着林之孝一脸期待的模样，顾魏心情极其复杂。当他正要主动提及这件事情，怎知林之孝又因一通电话离开。其实打电话之人正是安飞，他主动约林之孝在外面见面，并且签下了去德国工作的协议。杜医生将院方成立调查组的事情告知顾魏，而网上也出现了许多对顾魏不利的文章报道，里面揭露他曾在多年前为老师做了一场失败的手术，最终导致老师离开人世。由于患者家属故意将事情闹大，以至于惊动了卫健委，恐怕连高副院长都自身难保。患者父亲扬言要告顾魏，而顾魏站在走廊忍受着对方的怒骂，没想到高希竟在第一时间从国外回来，为他顶住了压力。其他的患者家属受到新闻影响，也都对顾魏产生质疑，尽管顾魏一再保证，可对方还是决定要换个主刀医生。正好这一幕被高希看在眼里，他对顾魏的遭遇表示同情，想要帮助其渡过难关。而如今网民们纷纷围攻顾魏，也因为患者父亲曝光的个人信息，不停的狂轰乱炸他的短信，内容极其不堪。铺天盖地的谩骂声令顾魏陷入了自我否定，可叹当初所坚持的信念，现在居然成为了笑话。因为对于医生来讲，职业声誉和医疗生涯远比生命还要重要，而顾魏彻底失去患者的信任，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还要严重。顾魏情绪失落的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老师生前送给自己的行医格言本，脑海里不断回想着近几日所发生的事情。而如今网上舆论已令顾魏处境极其艰难，网民们的围攻越发激烈，也导致他无法再继续高调行医。主任认为影响太过恶劣，所以让顾魏先停下手头的所有工作，包括病患咨询。顾魏也觉得自己目前的状态不合适，欣然接受了主任的安排。与此同时，林之孝回家看到林建国穿着西装，一板正经的样子让他忍俊不止，一边往厨房走，一边建议林建国换套衣服，过度打扮反而不好看，还是原来的风格比较适合他。这边林母在厨房忙活，在得知顾魏对香菜过敏后，便用其他东西代替，并且让林之孝赶紧通知顾魏。眼看着时间临近，林之孝先下楼去接顾魏，在后备箱找到之前买好的礼物，尚未留意到他心事重重。顾魏几次欲言又止，本来下定决心要和林之孝说实话，怎知林建国也跟着下了楼，催促他俩快点回家。林母做了一桌子饭菜招待顾魏，而林建国也对他盘问个不停，从身世背景到个人学识修养，为此很是满意。顾魏想借此向林父林母坦白工作的事情，奈何还不等他开口，林建国再次发问，询问他何时与林之孝结婚。然而顾魏从始至终都是心不在焉，并没有立马回话。林之孝见状碰了下顾魏，才令他回过神来。顾魏迟疑片刻，只好解释婚姻属于人生大事，况且林之孝的年纪还小，
他的工作又不稳定，所以需要慢慢规划这个问题。林建国的表情并不好看，很明显顾魏的答案没有令他满意。林母见状，赶忙打了个圆场，林之孝也在旁边附和着，企图将话题转移。但是林建国还在刨根究底的追问顾魏，希望他能在长辈面前给个保证，承诺以后能够照顾好林之孝。此话一出，得到的回应又是沉默。林之孝看到顾魏走神的样子，觉得他是在工作太忙碌导致，于是伸手握住他的手，给予鼓励和安慰。怎知顾魏竟将手缩了回来，面色严肃的向林建国表示，自己根本没办法给承诺。正因顾魏的这番话，让现场气氛僵至冷点。林建国脸色铁青的认为，如果顾魏没有想过照顾好林之孝，也就没必要再上门吃饭。顾魏闻言苦笑一声，认同了林建国的观点，于是便起身辞别，一言不发的离去。林之孝知道顾魏绝非是无缘无故闹情绪的人，于是急忙追了出去，很想知道顾魏究竟遇到何事，可顾魏不肯过多解释，两人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。尽管林建国要求女儿和顾魏分手，但是林之孝依旧在父母面前为他说尽好话，事后回到房间伤心难过。当天晚上，萧山遇到顾潇的朋友，也因顾潇迟迟未出现，主动给他打电话，奈何电话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。原来是顾潇与朋友合作赔了不少钱，以至于抵押了咖啡厅，无颜再面对萧山，而后硬着头皮回家找父亲。顾潇父亲非常了解这个儿子，知道他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突然回家肯定又是想要拿钱。面对父亲的冷嘲热讽，顾潇只有低三下四的恳求，承诺只要他肯投资，自己愿意做任何事情，包括明天出国。看到儿子像是变了个人，顾潇父心里也不好受，这才放下冷漠的架子，最终答应借钱。顾潇在拿到钱之后，便是不辞而别，跟着父亲出国。萧山对于咖啡厅的事情完全不知情，再次拨打电话以示关机。顾魏连夜收拾东西搬出去，同一时间也关了手机，临走之前去医院见过杜医生。反观林之孝联系不上顾魏，眼睛也都哭得红肿，早上去敲顾魏家的门，没有半点回应。恰巧林母从外面回来，林之孝和他去附近的早餐店吃饭，强忍着伤心向母亲宣布，自己不会因顾魏改变原计划出国，可说着说着又忍不住落泪。高副院长也没办法联系到顾魏，所以向杜医生打听他的下落。杜医生回忆起那天见到顾魏的场景，联想到他当时说了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，越发觉得奇怪。正因如此，高副院长给杜医生放假半天，让他尽快将顾魏找回来。高希见状也跟了过去。上面派来调查组来医院展开会议，由于顾魏缺席的缘故，引起了患者家属的不满，认为他完全是做贼心虚，同样也没有将高层领导放在眼里。严医生觉得患者家属说话太尖酸刻薄，所以表态在没有正式定论之前，不应该先过于武断的羞辱医生。但是患者父亲得理不饶人，